很多老外都自称热爱中国美食，但只有我家大胖媳妇为了中国美食去做了手术。上周大胖媳妇突然非常严肃地跟我说，这些年她攒了一些私房钱，终于攒够了，要去做近视眼全飞秒手术，从此再也不戴眼镜了。她近视眼很严重，度数挺高。到了医院，医生跟她说，你40岁做全飞秒，摘眼镜就摘几年，过2年又老花，还得戴老花镜，这手术性价比有点低。大胖媳妇不同意，我要做，我一定要做。医生问她，你是有啥具体的原因，你非要不戴眼镜吗？大胖媳妇思索片刻，告诉医生，一到冬天我的眼镜就上霜。我是在冬天要看清楚，我吃的麻糖、羊杂汤、涮羊肉、小火锅。医生也惊了，从业这些年没听到过这种手术理由。医生心里想问他，除了吃还有别的原因吗？医生就问他，那别的呢？大胖媳妇说，别的还有铁不炖。我赶紧打断，我说那玩意儿你看不看得清能咋的呀？大胖媳妇说，你比如说一口麻辣烫，几成汤几成粉，几片肥牛一下嘴，这它是有一个完美的配比的。我眼镜上霜看不清，就只能瞎扒了，都白瞎这些饕餮盛宴了。如果你爱它，必须要看清楚外麻辣烫。我是麻辣烫年度 VIP。临走之前，医生让我们再考虑考虑，感觉呢做不做都行。大胖媳妇琢磨了一下，她觉得上一个医生说没有必要做，肯定是因为我偷偷跟医生蛐啥了。第二天我们换了家医院，她志在必得，一定要说服这个医生给她做。谁能想到一来这儿，检查出来了更严重的病。我本来连庆祝礼物都给她买好了，三星 Z Fold 7，这可是她一直想要的折叠屏手机，又轻又薄，展开还是看剧办公都超爽的8.0英寸大屏，多任务处理轻松搞定，2亿像素主摄，拍啥都那么清晰。要是不做手术，看不清这么清晰的画面，那真是白瞎。到了第二家医院，医生刚给她检查完，还没等医生说话呢，她掏出了一封自己写的信，给医生读了起来。亲爱的医生同事，自从我来到中国，没吃过一个明白的冬天的饭，有中国话说的话，你是每天我会心你帮帮我，谢谢。医生听完都感动了，但还是告诉他，全飞秒的事咱先不说，我刚才给你检查的时候发现你可是有白内障，你晶体浑浊，你这个看不清也不光是近视眼的事儿。手术做之前，你先去咨询一下白内障的医生。我们就又去看白内障了。看白内障的诊室要先给他测血压，一测血压给护士下一句灵。医生说，就他这个血压的危险程度，我认为你们现在关注重点不应该在眼睛上。你现在的问题不是眼睛要清晰，是眼睛要闭上啊。人大胖媳妇根本没看自己血压，还在那美滋滋想血肠呢，跟我说等我做完手术能看清的，我第一件事就要去喝一碗超清画质4K 的羊杂汤。医生这边跟我说，他要想活着，以后高油高盐内脏类的再也别碰了。3天之后，我们如约做了全飞秒的手术。大胖媳妇做完手术的第1秒，就无比清晰的看到了我狰狞的面容。我告诉他，从此刻开始，我们要治高血压了。大胖媳妇终于体会到了清晰看到食物的感觉，看到的全是4K 的西兰花。真香。爸爸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啊？以前爸爸吃东西的时候会冒热气，爸爸就会看不清。你试试玩儿，也不冒险，也不冒险，拔人一碗。你眼睛现在都能看清了，完你闭眼吃饭，你有不用？那我妈的钱是大灯管来的呀啊！大灯管来的呀啊！哎呀妈呀，我的婆婆呀，我都没敢给你们录这个场景。前天晚上，我婆婆跟着我去我家住在一个镇上的亲戚家做客，晚上10时许非要出去买雪糕，买完雪糕回来跟我说，海洋，咱们出去，对面的小区里面有 party， 非常热闹，好多人啊，有鲜花，有音乐，还有现场乐队。我说鲜花、音乐还有乐队，室内室外呀？温迪说是室外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都在一个棚里。就是这个参与者的着装色调上有点单一了，也可能是玩黑暗金属的。我说我听着更像死亡金属的。我说温迪，那应该不是个 party。温迪说可是好多人呢，还有现场乐队，那是一个 live house 吗？我说那里边啊应该有1个人，不是 live， 所以它不是 live house， 是 dead house。dead house。我给解释完，温迪大概懂了，还跟我说，哎妈，幸亏我问你了，当时我差点就进去了。我说因为里边有音乐呀。他说我看里边摆不少水果，摆不少水果。温迪这才懂得了，当时这个 live house 里边的乐手啊，尤其是管弦乐手，不管曲风悲与否，都是要把你送走这么个道理。然后第2天呢，我们就回到了铁岭。我妈不是老嫌温迪抠嘛，就老怼他，俩人之间呢就关系有点紧张。我妈呢就好面子，说归说，说完还请人温迪吃饭。到了饭店，别人都上楼了，我妈还在1楼花了35给温迪预约了一个节目表演。结果呢，这饭刚吃上，这俩女的也不说话，气氛十分尴尬。突然开门就进来一个人，一首那个往事只能回味。温迪也分不清是唢呐还是葫芦丝，反正是管弦乐。人家进来吹奏的第1秒，温迪完了，死亡金属。我妈问温迪，温迪，
你说这个下首歌，他是给我吹还是给你吹？温蒂面无表情，强忍着内心的突突，椅子都坐湿了，跟他儿子说不就是不喜欢我？怎么东北人一不喜欢就玩命呢？我说温蒂啊，你误会了，管弦乐本身没事儿，你得看环境，你别管这个环境里有没有鲜花，有没有乐队，有没有水果，只要没有照片儿就没事儿。温蒂懂了，开始忘情的享受这个葫芦丝的表演，也给他喜欢的。他总结的就是中华民乐多精湛，就看眼前的葫芦丝慢，葫芦丝慢。我这表情必须到位啊，好了一点。跟我说，哎，爷，你看这葫芦丝慢吹葫芦丝，你看他是靠这个眉毛挂档的吗？太酷了！你就看这个表情，你说是悲是欢是离是合，咋说都行。然后转身跟我妈说，我们的孙子拿铁工作找着了，将来就成为这个眉毛乱飞的葫芦丝曼。你说带个音箱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，多美好的工作。我妈说不行，你这工作赚的不多。温蒂说一曲就35，赚多少是多呀？我妈说你这工作不稳定。温蒂说多稳定啊！今天这种饭局天天有，昨天那种 party 那不是更天天有吗？世界上最稳定的工作就是这个，远处有梅的人，近处就有葫芦丝拉。你说你怕啥？怕没拉？怕没拉？给我妈气的，但是温蒂完全没有眼力见，一直疯狂补刀。我妈给拿铁买了个梳子，一边梳一边说，你看我孙子的头发越长越好，将来肯定不像他爸那么秃。温蒂说他爸也不是2岁秃的，你着啥急呀？他家3代一过30，全完。我妈还一直疯狂的给2个孩子夹菜，说多多吃，咱家俩孩子肯定长大高个。温蒂说他将来吹葫芦丝的话，长那高干啥呀？你看眼前这位，也就1.7米，都吹翻白眼了，我就得当和事佬，说我婆婆不会说话，妈消消气儿。咱有 GNC 儿童钙镁锌，光是有机钙含量就达到200毫克，还有镁锌和维生素 D， 有机成分不刺激，孩子更容易吸收。添加了接骨木酶和赖氨酸，助力宝宝快乐成长。88年的品牌值得信赖，而且一次一条就这么就喝进去了，根本不用愁孩子不爱喝，酸甜小味儿不用劝自己干。你这么大肚子，给大肚子人吃。你家下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. 酒过3巡，也不知道为啥，温蒂给我妈赐了个名叫 Jessica。好 ，Jessica out again。哎呀，你还不说我还不知道呢，我以为是我跟跟你之间有点不愉快是我的错的，现在我才发现你们家祖孙3代都没啥正经人。哎呀，哦。啊，烦谁也不知道，这人真是抽啊。温蒂呀还是走了，因为他老头布莱恩要做个手术。但是温蒂这次来呢，他压根就不想走，就想留着给我带孩子。我还给他发工资了。我说这是你温蒂作为艺人的应得片酬。温蒂还问我，你说我这个艺人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大家觉得我就如此特别？我说你这个艺人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。所以人温蒂在这又当奶奶又当艺人，非常爽。布莱恩说，那我要做手术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回来照顾我吗？温蒂也舍不得走，布莱恩就逼着温蒂让他背诵婚礼誓词。温蒂搁那儿，不管贫穷富有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布莱恩说，那你赶紧回来呀！温蒂说，我现在在境外，我不属于基督教管辖区。布莱恩说，你在哪儿关于婚姻的理解也大差不差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在婚姻中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温蒂问我爸，我爸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温蒂问大胖媳妇咋翻译，大胖媳妇说 Marriage is two birds, one die, one fly。但是温蒂最后还是遵守了关于婚姻的诺言，回去了。温蒂走之后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。翟奥达就是难过伤心，张拿铁呢也装伤心。翟奥达的伤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张拿铁的伤心全是人情世故。对张拿铁来说，他最解脱的事儿是他终于可以不拥抱了。温蒂在的时候，见面就拥抱，分开还拥抱，下楼买个西红柿，手上起个稻香刺都得抱，给我爸抱的。我爸跟张拿铁说，你说你奶是不是开出版社呀？那都不是日报，是晨报加晚报。他去趟北京三里屯逛1天，我以为今天不报了，结果晚上6点横穿北京城，回到家给我一个都市晚报。都市晚报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这么个人。那温蒂在的时候，张拿铁也得配合他，一报还一报的。现在温蒂走了，那张拿铁可扯不了这个。咱俩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走的，哎，我爸的反应呢，就是和大胖媳妇一起策划了一个全头宴。因为温蒂在的时候不让吃动物脑袋，不让看动物眼睛，还不能吃他认为可爱的小动物。现在温蒂走了，我爸和 Jamie 整这个大宴，叫出头之日。扬头，就是镜头，来，咱们大快朵颐啊！满意，吃它，吃它。温蒂要是在，他肯定只吃干巴面包。温蒂的干巴面包不止费拿铁，还费番茄酱呢，吃啥都得蘸点。幸亏我家常备魏好美番茄沙司，一瓶含10个番茄，浓郁番茄味，酸甜可口，全家都爱吃，零添加，配方干净，是我家佐餐首选。挤一挤不怕孩子们剩饭，真省心。大胖媳妇在他妈离开之后，抱着100多个裤衩子发呆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我当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20个裤衩子给我送行。后来每次我妈来中国，每次给我带的礼物没有别的，都是20个裤衩子，20个裤衩子。他不说他自己抠，他说他心疼他儿子胖，穿衣服磨裆费裆。大胖媳妇一边看着手机里他妈妈的影像资料，一边看着面前这一批7、8年前的老裤衩子，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中文歌，当你老了。你老了。